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就在最近玩书的这个老家也是老乡这个湖北金奥生物有限公司的2名高管在美国被抓，因为涉嫌这个运输这个芬太尼的潜艇。据说他们运输的这个芬太尼能够造成2500万人的这个死亡。那么就来了一个问题，那么芬太尼的最大的毒枭是在中国吗？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玩叔今天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据新唐人媒体2025年8月24号报道中国湖北一家公司的老板和女高管因向美国大量走私芬太尼潜艇被美国起诉。那么日前呢，女高管陈依依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处15年监禁。她所在的金奥生物科技公司自2022年起就通过网络和跨境物流网络向这个美国及墨西哥分销商大量销售了这个芬太尼潜艇。短短的2-3个月两人就出售了200多公斤的潜艇，足以合成50公斤以上的芬太尼。如果成品流入市场，按照检方估算，能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案件中甚至出现了中共领事馆人员介入，那么显示这一审判不仅是司法案件，更被推向了国际政治舞台。那么这2个人怎么被抓住呢？说起来还蛮滑稽因为这个湖北金奥生物有限公司的官网它销售它是明目张胆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潜艇它毕竟也是合法的化学品，销售没有问题。那么法庭的文件显示呢，自这个2022年开始呢，那王新洲他老板通过公司的网站和多个关联的卫星站点推广销售芬太尼潜艇化学品，宣称能提供墨西哥热销产品并且说出100%能够盈利的这个来运输等服务。那么多数站点呢针对墨西哥市场，甚至呢展示发货至这个希腊、罗亚等制度中心的物流凭证。他通过加密通讯联络客户，并通过加密货币接收付款。那么涉及多次从中国向美国运输的这个潜艇物资。那么他的员工陈依依呢，他负责网站的注册、宣传及客户的对接时候的翻译那么就在2022年初，那么他们的积极推动业务这2个人呢就因为遇到了这个墨西哥毒贩的新客户，而这所谓的新客户其实是美国缉毒局 DEA 的卧底探员。于是王清洲与市场经理陈依依于2023年前往了这个泰国曼谷还有斐济等地去接头然后探讨了如何给他有1吨级的供应以及替代配方等议题在短短的2-3个月内，2人就销售200多公斤的潜艇，并运到了加州。那么这些足可以合成50到55公斤的芬太尼。那么运输的时候呢，货物被包装成这个狗粮坚果或者是机油掩人耳目，逃脱了边检的查验。那么检方指出呢，这2个人在量刑中他没有承认他们罪行的严重性，也没有展现出任何的悔意，反而辩称自己无辜，或者是因为运气不佳被抓住了。那么最大的毒枭真的就在中国吗？中国真的是毒品危机的罪魁祸首吗？还是说美国将自己国内的这个自身问题转嫁到中国头上呢？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从全球的毒品生产、流通与消费的格局入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的这个毒品的格局谁在生产，谁在消费，好不好？第一个我们看看芬太尼的合法身份就是芬太尼最早是由这个美国强生公司在1960年研发出来的。它作为一个合法的医疗止痛与麻醉的药物，广泛用于这个手术麻醉、癌症的止痛。在医疗上呢，芬太尼的贴片、注射液都有严格的临床的用途。那么问题在于呢，它的效力是吗啡的50到100倍，一旦脱离了这个医疗的监管，极易导致滥用和过量的这个死亡。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潜体化学的这个品的这个性质芬太尼的合成呢，它需要一系列这个潜体的化学品。这些潜体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本身是合法的化工产品，这些产品在制药、科研甚至日常工业里都有正当的用途。那么在法律上呢，它们往往不是成品的毒品，而是所谓的列管潜体，就是列为管制的前化学体。
那么不同国家呢，会对这个可以抑制毒的化学品实行了不同等级的这个监管。比如中国的这个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中就有对抑制毒化学品目录。那么常见的芬太尼前体包括了 NPP 啊，这是比较长的英文名字啊，还有一个4-ANPP 啊，这也是它的一个化学啊，还有一些就是苯乙胺类啊、派定类的化合物，这都属于它的芬太尼的前体。那么这些化学品单独看呢，并不是毒品，它们可能用于实验室合成、制药研发，甚至部分的工业生产。但一旦被掌握合成技术的人滥用，就能快速的合成芬太尼。美国有个电影叫什么？毒师嘛，是吧？就是这个化学老师干的嘛，是吧？那么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它并不像鸦片或大麻一样需要特定的地理条件，而是依赖化学前体物质。这意味着拥有大型化工产业的国家天然具备了潜在的生产能力。那么毫无疑问，中国就是一个前体的大国，因为中国的化工产业庞大，长期是全球各种化学前体物质的重要供应者。在2017年以前，中国境内确实存在着小规模的地下工厂直接生产芬太尼，但在国际压力下，中国于2019年起将所有的芬太尼类物质及衍生物列为严格管制，此后直接成品出口就锐减，但仍有一些公司仍在灰色地带运行，以实验试剂或者工业化化学品的名义向海外转运前体。那么湖北金澳案就是典型的一个案例了。但是呢，重要的是这些前体在中国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国内的滥用市场，而是流向了墨西哥、美国，最终被制成了成品。我们再来看看墨西哥，墨西哥它是这个合成和走私中心的墨西哥是贩毒集团，如希腊罗亚和哈利斯科的新生代，对吧？他们利用中国的前体在本土的秘密实验室大规模的合成芬太尼，并通过成熟的走私网络将其运往美国。今天美国接头了大部分芬太尼制品，实际上源自墨西哥的加工厂。我们再来看看加拿大和这个欧洲，它只是小规模的实验室。在加拿大、荷兰等国也出现了小型的实验室，但规模远不及墨西哥，更多的是区域性市场提供一些供应。东南亚这块呢，金三角的这个新转型的金三角长期是鸦片和病毒的生产地。那么近年来呢，部分工厂也开始涉足了合成阿片类的药物，但芬太尼远非主流，冰毒仍是目前的最大的出口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消费国的格局。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消费市场，美国每年就超过10万人死于了药物过量，其中 70% 来自于芬太尼。那么芬太尼已成为美国18到45岁人群死亡的头号杀手。换句话说，美国才是整个毒品产业链最强劲的一个需求端。那么美国人为什么消费如此庞大呢？这与他的这个医疗体系、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我们下面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待会再分析一下。那么加拿大呢，虽然也有危机，但是在控制中。加拿大也有芬太尼的问题，但死亡率与规模远小于美国，人口也少一些。他们主要集中在温哥华、温尼伯格等城市的贫困社区。中国、泰国等国家呢，毒瘾率呢就比较低了。我们看一下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全国的毒品滥用人数已经连续多年的下降。虽然存在冰毒和海洛因的使用群体，但规模远小于美国。而泰国的毒品问题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冰毒，与芬太尼的关联也不大。所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还是芬太尼泛滥的一个主因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确实在供应链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但如果没有美国庞大的需求市场，这条链条根本无法繁荣。那么究竟是什么让美国成为全球毒品危机的一个中心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一个就是关于美国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因为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最初是源于这个处方药滥用。就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制药巨头大规模的推广的阿片类止痛药，将其包装为安全无成瘾，结果大量这个患者上瘾，从合法药物转向了非法毒品。
这种制度性的错误为芬太尼泛滥埋下了一个伏笔。再一个呢，就是心理健康的危机与社会的压力这个。那么大家知道，美国是属于西方的一个自由社会了，但它又不像北欧等国有高福利的特征。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十分严重，那么底层群体呢失业率比较高，那么心理健康服务也短缺，许多人通过药物来逃避压力，跟喝酒一样是吧？相比之下呢，中国和泰国虽然也有社会矛盾，但家庭与社区的结构更加的紧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心理压力。第三个呢，就是商业化与资本驱动了。那么毒贩呢是追逐利润的，美国市场庞大且支付能力强，这和美国是全球各种产品的第一消费国相匹配毒品也是一样，1公斤前体在墨西哥能制成数公斤成品，利润是数十倍。正是这种金矿效应吸引了全球供应链是围绕美国市场来运转第四个呢，就是执法逻辑上的一些偏差。我们来看一下，就美国政府长期强调打源头，像 FBI 像 DEA 通过外交手段指责，比方指责中国、指责墨西哥、指责委内瑞拉，却忽视了本国的需求端的治理。那么戒毒中心不足，社会支持系统呢也薄弱，导致了成瘾者难以回归正常的生活。这一块美国肯定是做的不够的。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中国、加拿大、泰国都没美国那么严重呢？我们会对比发现呢，美国的问题并非不可避免，其他国家在不同层面形成了一种抑制毒品泛滥的机制。比方说中国，它有严厉的这个法律惩罚，贩毒罪最高可判死刑。相对封闭的市场，毒品难以像在美国那样大规模的渗透。再一个就是关于家庭与社会纽带较强，他们对个人的约束力也比较大。那中国家庭嘛，是吧？家族观念比较强。加拿大呢，尽管也有毒品问题，但政府推进了安全注射点等公共的卫生措施尽可能降低死亡率。那加拿大做的还不错加拿大的社会医疗体系的覆盖面比较广，那么成瘾者呢也较容易得到支持。但近年来据完书观察，也有恶化的迹象街头毒品这个上瘾者很多。泰国呢，虽然满大街都是大麻店，但是政府呢普遍推出铁腕的禁毒，社会氛围对毒品也是零容忍，所以要好多了。那么泰国呢，主要也集中在贫困区，它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一个大流行。所以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美国必须反思自身。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毒品屡禁不止，世界排名老大，只有美国反思自己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所以最大的毒枭在中国吗？王叔的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在供应链中确有角色，但芬太尼毕竟只是毒品的一个前提，不是毒品本身。在中国的法律上也是禁毒的，毒贩是可以判死刑的。所以芬太尼的真正推动力来自于美国庞大的需求，没有这个需求，湖北金澳案这样的公司也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跨国销售。真正的主犯是美国自己的制度与社会环境。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的相关这个犯罪它也就最多是个帮凶，它不是核心的推手，对吧？所以说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从美国的需求端入手，压需求才行。比方说要改革的医疗体系，要限制阿片类药物的处方，推广非药物类治疗，对制药公司进行更严格的责任追究。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了，你增加社区的心理健康作为这个中心投入要多，减少这个人群因为焦虑抑郁走向毒品。第三个就是扩大公共的卫生的措施，比方说推广这些安全的注射点，减少过量的死亡，增加戒毒的康复的一些资源。第四个呢，国际合作呢，而不要去甩锅与中国、墨西哥建立透明的合作机制，加强对潜体物流的监管。当然，这些国家会以此作为杠杆来撬动其他的利益交换，这个大家懂
再一个呢，避免将毒品问题政治化，否则只会加深国与国之间对立。好了，完书的结论又来了，就是湖北的金澳案的确揭示了芬太尼供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前提来自中国，但这并不能得出最大毒枭就在中国的结论，因为在2025年1月，美国一审陪审团裁定王庆洲并未犯这个合谋制造和分销芬太尼的罪名，无罪是吧？他有罪呢是被判成立什么呢？就是合谋进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就是明知可能被用于制造芬太尼与洗钱的罪名，那这个他有罪。那么真正的毒品泛滥的源头在于需求端的美国，只有美国直面自身自己的问题，减少毒品需求，才能真正让供应链枯竭。否则今天去堵住这个封住中国渠道，明天还可能会有印度、东南亚的供应商他不会。所以真正的毒枭不在边境，不在化工厂，而在于美国社会结构的本身。就像一个美国的毒品贩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很认同川普的反毒禁毒的政策。记者就纳闷了，你反对为什么还卖毒品呢？他说，我们就为了糊口嘛，是不是？我不卖，有人卖，对吧？毒品害人害己，害人这不说了，肯定是危害身体。他也希望美国好，美国老百姓不用毒品，但是他管不了这个事儿。我要为一家是吧赚钱，所以呢，他同意川普的反毒禁毒政策，但是呢，他也表示无可奈何。所以，美国反思自身问题，才是解决这个芬太尼泛滥的一个本质的一个问题。好，以上讲的不对地方，请大家和玩书互动，打在屏幕下方，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